大家好，欢迎光临。Today we are reading a Chinese story. 什么故事？ The story is called 消失的房间 The Vanishing Room. 消失的房间 Sounds interesting. 这个故事说什么？ It's about a girl, 克拉拉 She loses her grandmother's bracelet. 她的手链不见了。哦不，她的手链。然后呢？ She thinks she left it in a hotel. But when she goes back, 那个房间不在了。什么？一个房间不见了？怎么可能？ That's the mystery. 我们一起听吧。好，我们开始。克拉拉的房子很乱，工人在她的厨房里工作，他们工作1个星期了。工人的头是杰克，他是一个很好的男人，他工作的时候很高兴，克拉拉很喜欢他。下午，工人去吃饭了，克拉拉想带一个东西，是她奶奶的手链，那个手链很漂亮，但是手链不在盒子里。她找了很多地方，桌子下面、衣服里面都没有。她的厨房里也很乱，她不能找。那个东西不见了。克拉拉坐下来想，我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看见它的？她记得了，3个星期前在大饭店，她记得很清楚。她睡觉前把东西放在房间的桌子上。第二天，她没拿。她穿上衣服，她对杰克说：“我出去一下。”大饭店和她记得的一样，很高，很漂亮。她走到前台，前台的男人叫马丁。克拉拉说：“你好，我3个星期前住在这里，房间是204号。我有一个手链，可能在房间里，我能去找一下吗？”马丁看着他的电脑，他看了1分钟，然后他对克拉拉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们没有204号房间。”克拉拉问：“真的吗？你确定吗？”马丁说：“是的，2楼的房间是201、202、203，然后是205，没有204号。”克拉拉笑了，她说：“太奇怪了，我记得是204号。”马丁在电脑里找克拉拉的名字，电脑里没有她的名字。马丁说：“你是不是去了别的饭店？”克拉拉说：“不，就是这个饭店。”但是她不想和马丁说话了。她说：“好吧，谢谢你。”克拉拉要走了。这时候马丁叫她：“小姐，请等一下。”马丁现在笑了：“我找到了，对不起。你的房间是205号，不是204号，你记得不对。”克拉拉回到了前台。205号。对，3个星期前住了3天。克拉拉觉得很奇怪，但3个星期很长，可能她真的错了。她问：“我能上去找我的手链吗？”马丁说：“可以，
那个房间今天没有人。他给了克拉拉一张房卡。克拉拉上了2楼，她看见了201、202、203，然后是205。204号房间真的没有，那里是一面墙。她走进205号房间，房间很干净，她认真的找。床下面、左后面都没有。她坐在床上，那个手链是奶奶的，非常漂亮。她也记得一件事，上次床左边有一个窗户，这个房间的窗户在床右边。她觉得很奇怪。她下楼谢谢马丁，然后回家了。晚上，克拉拉打开她的电脑，她找到了3个星期前饭店给她的信，信上写着大饭店房间204号。克拉拉看了2次，是204号，她没有记错，但是饭店没有204号房间。她的手链也不见了，她太累了，想睡觉了。第2天早上，克拉拉给她的朋友利奥打电话。利奥以前是一个警察，他现在不工作了，但是他非常聪明。克拉拉告诉了利奥所有的事情。没有门的204号房间，电脑里的205号房间，信上的204号房间。利奥在电话里笑了，他说：“很有意思，你还说窗户不对。”对。利奥说：“你现在什么都别做，别给饭店打电话，也别回去。我有了一个好想法。”克拉拉问：“什么想法？”你等我3天，利奥说。等3天，我告诉你。别担心，我们会找到你的手链的。克拉拉喝完她的咖啡，她可以等3天。但是利奥的想法是什么呢？好的，那所以克拉拉的手链不见了。对，是她奶奶的手链 ，very special。她去了饭店找，但是那个房间不在了。对的，那个房间不在了，房间204号消失了，太奇怪了。所以她给利奥打电话了。好的，那我们来做几个问题。好，第一个问题，克拉拉的手链是谁的？第1，她妈妈的；第2，她奶奶的；第3，她朋友的。好的，你们想一想，哪一个是对的？对的是第2，她奶奶的。对，手链是她奶奶的。That bracelet is very important to her. 好，第2个问题，克拉拉去饭店的时候发生了什么？第1，她找到了手链。第2，饭店说没有204号房间。第3，饭店关门了。你们想一想。对的是第2。饭店说没有204号房间，只有201、202、203，然后205。房间不见了，太奇怪了。最后一个问题，
克拉拉给谁打电话了？第一，警察；第二，杰克；第三，利奥。想一想，哪一个？对的是第三，利奥。对，利奥以前是警察。他可以帮他调查。I wonder what he'll find. 我们继续看 Let's find out。 3天后，利奥给克拉拉打电话，他的声音很高兴，像一个孩子。他说：“我调查了那个饭店，2年以前，饭店换了新老板。我在电脑上找到了饭店以前的图，图上清楚地写着有104号房间。”克拉拉问：“那房间去哪儿了？”利奥说：“有人用一面墙把房间藏起来了，然后他们改了电脑里的东西，这样就没有人会问了。我以前当警察的时候见过这样的事。我要去那个饭店住。”他说：“就住在203号房间，204号的旁边。”克拉拉说：“请小心一点。”利奥笑了：“我做事很小心。”第2天下午，利奥到了饭店，他带了不多的行李，行李里有几件衣服、1个本子、2支笔。他还带了一个医生用的东西，他可以用它来听很小的声音。这次马丁不在前台，前台是一个年轻男人，叫乔。乔不怎么说话。利奥问：“你在这里工作很久了吗？”乔回答：“不太久。”他给了利奥房卡。利奥一到房间，就在本子上写：“乔，他有点奇怪，他是不是有问题？”晚上，利奥开始调查了。他慢慢地在2楼走廊上走，他一边走一边看手机。他走到203和205房间中间的墙前面，他停下来，用手敲了敲墙。很多地方的声音都一样，但是有一个地方声音不一样，那个地方听起来是空的。利奥拿出本子，写下墙里有一块是空的。他还发现那里的墙纸和别的地方不一样，这里的墙纸更新一点儿。第2天，利奥坐在饭店大厅里，他花了3个小时看大厅里的人。他拿着一张报纸，但是他没有看。他想和乔再聊聊。他去前台问：“这个楼很漂亮，它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吗？”乔摇摇头说：“我不太清楚。”利奥说：“你知道吗？我以前是警察。”乔听了有点紧张。他说：“哦，真有意思。”然后他快快地走了。利奥在本子上写：“乔很怕警察，他一定有问题。”下午，利奥去了饭店外面，他看着2楼的窗户，201一个窗户，202一个窗户，203一个窗户，然后还有一个窗户，最后是205的窗户。那个多出来的窗户是哪个房间的？
利奥非常高兴。那天晚上，他给克拉拉打电话。我找到了东西，他说，空的墙，新的墙纸，外面还有一个窗户。克拉拉，我觉得这里有大问题，他们可能在那个房间里藏了坏东西。第3天，利奥用了那个医生用的东西，他把它放在墙上听，但是什么声音都没听到。他在本子上写，没有声音，这个房间很特别。下午，他想进一个写着工作人员的门，但是马丁看见了他，很有礼貌地请他出来了。利奥笑着说，对不起，我走错了。到下午的时候，他的本子已经写了30多页。他最后给克拉拉打电话，他说，我觉得这个饭店在做坏事。克拉拉问，你找到我的手链了吗？还没有，但是我明天去饭店，克拉拉说。第2天下午4点，克拉拉到了饭店，她想知道答案，她对想要回她的手链。她走到饭店门口的时候，门开了，一个男人从里面走出来，他走路很快，看着下面。克拉拉认识他，杰克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杰克停了下来，他看起来有点奇怪，然后他笑了。哦，你好，没什么，我来看一个朋友。真巧，克拉拉说。是啊，你玩得开心，我走了。他很快地走了。克拉拉看着他，他觉有点不对。克拉拉走进大厅，找到了利奥。利奥坐在那儿看着报纸，他的脖子上还放着那个医生用的东西，他看起来像一个医生。克拉拉，你怎么来了？利奥，已经4天了，你找到了什么？利奥给他看了他的本子，他说了墙、窗户还有桥。克拉拉听完问，那你进到那个墙里面去了吗？还没有，我在找东西证明我的想法。对了，我刚才看见杰克了，克拉拉说。杰克，给你家干活的那个？对，他说他来看朋友。利奥没有认真听，他又开始看他的本子。有意思，我们再看看这个。克拉拉说，利奥，别看那个了。好的，利奥很厉害，他找到了很多事情。对，他敲那个墙，里面是空的。房间还在，在墙后面。还有，外面有一个多的窗户。那个前台的人，乔，也很奇怪，他很紧张。然后，克拉拉在饭店看到了杰克，他为什么不在？杰克，乔，很奇怪。是的，我们来做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利奥在墙上发现了什么？第一，墙上有一个门。第二，墙后面是空的。第三，墙上有一个窗户。想一想，哪一个是对的？对的是第二，墙后面是空的。对，利奥敲墙，声音不一样。
好，第二个问题，从外面看，利奥看到了什么奇怪的东西？第一，多了一个窗户。第二，一个人在看他。第三，门是开的。你们想一想。对的是第一，多了一个窗户。对，外面有一个多的窗户，所以房间还在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克拉拉在饭店外面看到了谁？第一，利奥；第二，马丁；第三，杰克。想一想。对的是第三，杰克。对，杰克在饭店，但是他应该在克拉拉的家工作。杰克和乔，他们有什么关系？我不知道。我们看最后一个 chapter。第二天早上，克拉拉在她的房子里，工人们回来了，杰克在告诉他们怎么工作。克拉拉看了他一会儿，他有短短的棕色头发，他有好看的笑，他是以前的那个杰克。工人们休息的时候，他走到杰克那里。你好，杰克，昨天在饭店看见你，真有意思。杰克从他的咖啡杯前抬起头，他的脸变了一下，但只有1秒钟。大饭店？我昨天没去饭店，他停住了。哦，对，我去了，我差点忘了。他说话有点紧张。他们叫我去看一个工作。他很快的又开始看他的东西了。克拉拉说：哦，我明白了，很好。克拉拉走开了，但是他的大脑在工作。那是错的，他说的一切都是错的。他先说他没去，然后他又换了一个故事。他说话很快，很紧张，也不看他的眼睛。平时的杰克是房间里最放松的人，但是一个关于饭店的问题就让他这么紧张。还有一件事，昨天他在饭店看见的那个杰克，他没有觉得奇怪，他看起来很害怕。一个不认识你的人会说：对不起，你认错人了。但是那个男人没有。2个不同的时间，但是感觉是一样的，有人在藏东西。那天晚上，克拉拉坐在厨房的桌子旁边，她给利奥打电话。他很快就接了电话。克拉拉，我正在看一些记录，我觉得饭店和……利奥，停一下，我要告诉你一件事。他告诉了利奥今天早上他和杰克的对话。杰克先说他没去饭店，然后又编了一个故事。他又紧张又害怕，不能看他。他又说了饭店门口的那件事。那个男人不是觉得奇怪，而是害怕。利奥变得很安静。他没有说你认错人了。利奥慢慢地说，这个最重要，他不想让你知道他不是杰克。对，因为如果我知道他不是杰克，我就会想，那他是谁？所以有一个人和你的工人长得一样。他有理由去那个饭店，他不想让别人知道。
克拉拉想了一下，我想杰克有一个哥哥利奥，可能他们长得一样。电话那边很安静，然后利奥说，前台的那个服务员乔，他很年轻，短短的棕色头发，很安静。克拉拉，杰克的脸是什么样的？克拉拉觉得有点冷。短短的棕色头发，20多岁。那就是乔，利奥说，他们的脸是一样的。他们都没说话。然后利奥继续说，像在自言自语。好的，所以他们可能是双胞胎兄弟。一个叫乔，在饭店前台工作，他能用饭店的电脑。另一个叫杰克，是工人，克拉拉说，他会盖房子，他知道怎么砌墙。那面墙，利奥说，204号房间前面的墙。杰克可以盖那面墙，乔可以改电脑里的记录。但是为什么？克拉拉问，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利奥在想，如果他们没有钱，利奥说，如果他们没有自己的房子，一个人在饭店工作，另一个人会盖墙。他们可以把一个房间藏起来，然后在里面生活，克拉拉说。一个在饭店里的免费房子。又是一阵安静。好吧，他说，那不是什么坏人做的事。我以为是一个大故事，但只是一个住房问题，有点不好意思。克拉拉笑了，利奥也笑了。但是你的手链可能就在那个房间里。我知道，克拉拉说，我想我有了拿回它的办法。第二天，克拉拉等别的工人都去吃午饭了，只有杰克一个人在。杰克，他说，我想和你谈谈，我希望你说实话。他放下了手里的东西。你有一个双胞胎哥哥，克拉拉说，他叫乔，他在大饭店工作。杰克的脸白了，他想说话，但没说出来。我知道204号房间，克拉拉继续说，我知道你砌了那面墙，我知道你们俩在那个房间里生活。杰克一动不动，最后他小声说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很紧张，你平时不紧张。还有，你的哥哥没有说我认错人了。杰克慢慢坐下了。我们没有钱，他说，因为我们很穷，所以我们想了这个办法。一天晚上，乔开玩笑说，我们住在饭店的一个房间里怎么样？我说，这个办法不错。那我的手链呢？我后来找到了，但是那时候墙已经砌好了。克拉拉说，我不会报警。杰克抬起头，真的吗？如果你做2件事，第一，把手链还给我，当然，今天晚上就还给你。第二，把墙打开，让那个房间变回正常的样子。杰克想了很久，他慢慢地点了点头。好的。
4天后，杰克在咖啡馆见了克拉拉，他把手链还给了她。那条手链很漂亮，和他记得的一样。我和乔昨天开始拆墙了，杰克说。这个星期结束，房间就会变正常了。还有，我们找到了一个真的房子。克拉拉笑了。那很好，谢谢你，杰克说。星期5前修好我的厨房就行。克拉拉也笑了。晚上，克拉拉给利奥打电话。事情解决了，她说，我拿到手链了。你知道吗？利奥说，我写了37页笔记，我以为我找到了一个大阴谋。但答案很简单。克拉拉笑了，她看着手上的手链，一切都回到了正常的样子。她非常高兴。他们是双胞胎 ，twins。杰克和乔一样的脸。他们没有钱，没有房子，他们都在饭店住。乔在前台工作，他可以用电脑改东西。杰克会做墙。但是克拉拉没有报警，她很友好。对，他说，把手链还给我，把房间打开。 Good ending。最后，他们都有了好的结果。好的，那最后几个问题。好，第一个，杰克和乔是什么关系？第一，他们是朋友。第二，他们是兄弟。第三，他们是双胞胎。你们想一想。对的是第三，双胞胎。对，他们的脸是一样的。杰克是工人，乔在前台。好，第二个问题，他们为什么把房间藏起来了？第一，他们想偷东西。第二，他们没有钱，住在里面。第三，他们不喜欢那个房间。想一想。对的是第二，他们没有钱。对，他们没有钱，也没有房子。他们没有钱，没有家。最后一个，克拉拉最后怎么做了？第一，他报警了。第二，他让杰克还手链，把房间打开。第三，他走了，没有拿手链。想一想，哪一个？对的是第二。对，他没有报警，他让他们把手链还给他，把房间打开。克拉拉是一个很好的人，克拉拉很友好。这个故事很好，你们觉得呢？喜欢吗？谢谢你们听，下次见。See you next time. Thanks for watching. If you enjoyed this video, hit the like and subscribe button and consider leaving a comment. It really helps us grow our channel. See you next time.